江西镶嵌在中国东南的璀璨明珠，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和深邃的文化积淀吸引着世人目光。从三清山的道教圣地到仙女湖的浪漫传说，从雾女洲的江南新韵到婺源黄岭的晒秋诗画，每一处都如珍宝般闪耀。庐山以清凉奇秀名扬四海，景德镇平慈都千年传承惊艳世界，望仙谷则以仙侠风情书写乡村心声。武功山的草甸云海令人心醉，滕王阁因一篇序文成为文化地标，龟峰的丹霞奇观则展现地质奇迹。这些景点汇聚了江西的山水精华与人文精粹，无论是峰峦叠翠的自然之美，还是承载历史的古迹遗韵，都让人流连忘返。它们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文化与自然的交响乐章，邀您步入这片土地，探寻江西的独特魅力，开启一段跨越时空的心灵之旅。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江西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1. 三清山。三清山位于中国江西省上饶市，又名少华山，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3位尊神列作山巅而得名。其最高峰玉京峰海拔819.9米，是信江的源头。作为一座享有盛誉的道教名山，三清山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同时也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三清山主体呈荷叶形，属于以花岗岩构造侵蚀为主的中山地形。它以独特的地貌特征闻名，展示了世界上已知花岗岩地貌中分布最密集、形态最多样的峰林景观。三清山因此被中国国家地理推选为中国最美的5大峰林之一，并被中美地质学家誉为西太平洋边缘最美丽的花岗岩。这里生态环境优越，生长着2373种高等植物和1728种野生动物，是东亚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环境。600余年的道教历史，孕育了三清山深厚的文化内涵。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誉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文物古迹丰富，包括三清宫、演教殿、纠察府、龙虎殿以及西华塔、风雷塔等。世界遗产大会认为，三清山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特的花岗岩石柱与山峰，结合多样的植被和震撼人心的气候奇观，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效果。三清山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兼具山地气候特征，四季分明，夏季凉爽，是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信江的源头。三清山分为南清园、三清宫、玉京峰、西海岸、东海岸等10大景区。特色景观包括东方女神、巨蟒出山、猴王献宝等10大景观，以及三清奇松、云海、杜鹃、高空栈道、日出晚霞等自然奇观。三清山以其自然景观与道教文化的完美交融，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2. 庐山。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北滨长江，东接鄱阳湖，西临京九铁路。它耸立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鄱阳湖畔，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山体呈椭圆形，属于典型的地垒式断块山。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并被誉为人文圣山。庐山拥有171座命名山峰，群峰间散布冈岭、壑谷、岩洞和怪石。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了众多的急流与瀑布，包括22处瀑布、18条溪涧和14个湖潭。其中最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有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之称。庐山地貌景观独具特色，是多成因复合地貌，由断块山构造地貌，
冰蚀地貌和流水地貌叠加而成。晚白垩纪古鄱阳湖形成时，庐山断块山出现雏形。第4纪大冰期期间，庐山经历4次冰期，海洋性山路冰川的强烈刨蚀作用形成了仞脊、冰斗、U形谷等冰蚀地貌。冰后期雨量充沛，流水侵蚀作用强烈改造地貌，形成断层崖、奇峰缠岩和新峡谷，为壮美的瀑布景观奠定了基础。庐山地处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域，独特的局地气候造就了其清凉世界的美誉。气候表现为春迟、夏短、秋早、冬长，年平均气温为 11.4 摄氏度。尤其在夏季，山上平均气温仅 22.6 摄氏度，与山下鄱阳湖盆地超过39摄氏度的酷热形成鲜明对比，清凉宜人。山顶高空地带受江湖环绕影响，湿润气流受阻亦成云雨，年均云雾日达192天，云雾变幻莫测，为庐山增添了奇景。此外，庐山植被丰富，拥有150棵650多种植物。庐山沟谷水系自成一体，以庐山为源，流归江湖。山顶宽谷经河流习夺沟通，下切 V 型谷，形成了多级瀑布。景区多处借习夺湾筑坝蓄水成湖，既调节用水或发电，又增添了水体风光。庐山不仅以雄奇险秀的自然山水景观享誉全球，还承载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自古以来，庐山便是道教、佛教圣地，也是文人墨客的灵感源泉。李白、苏轼等留下无数诗篇，其避暑功能在中国4大避暑胜地中独树一帜。庐山集多项世界级和国家级荣誉于一身，包括世界文化遗产1996年、世界地质公园2004年、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82年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07年。无论是壮丽的三叠泉、变幻的云海，入选中国首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还是清新的林木、险峻的峰峦，庐山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的旅游胜地。3. 望仙谷。望仙谷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总面积 6.1 平方千米，南临灵山主峰景区，北望三清山，西北至葛路岭，西至芳村，东南至南山村，市集人文、民俗、农业、美食、度假、研学为一体的度假旅游区。地处灵山北麓山谷中的望仙谷属低山丘陵地带，地势西南高，北东低，平均海拔550米，隶属扬子淮地台。信江支流饶北河穿谷而过，境内河段称望仙水和沙洲水，山涧溪流湍急，小瀑布星罗棋布。望仙谷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水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7.9 摄氏度，无霜期270至300天，年降水量1950毫米。森林覆盖率达 81%。望仙乡拥有红豆杉、银杏、罗汉松、古槐等珍稀植物，以及鹰嘴龟、穿山甲、金钱豹、欢灵猫等国家保护动物。以赣家风情黑色小方块仙侠世界为主题，望仙谷于2020年10月21日开园，包含九牛溪峡谷体验区、盐埔老街、原顶峰文化区、南山养生度假区5大区块，设有三叠水、玻璃栈道、作坊街、悬崖民宿、天心禅寺等景点，并挖掘当地历史、地域、民俗文化，推出赣家夯土房民宿、多媒体剧、我就是药神、戏曲表演、手工作坊及非遗体验项目。望仙谷历史沿革，颇具特色。望仙乡拥有世界罕见的环状花岗岩枫林地貌，1998年起成为江西著名花岗岩板材生产基地，生产线最多时超270条。但落后技术导致废水乱排，石粉随意倾倒，水体变浊，土地和植被破坏严重。2007年石材开采被叫停，矿山荒废，村民失业，经济停滞。政府随后启动矿山修复、清运废石、回填矿坑、清理河道，并开展造林绿化，打造十里桃花观光走廊，种植景观树和经济果树，开启复绿模式。
2011年，九牛文旅公司入驻，以峡谷漂流为切入点，逐步发展综合旅游。2016年，设计师田馥甄加入，团队以环境复原为基础，就地取材，将废弃资源转化为旅游资产，复兴赣东北建筑、农业、饮食及手工技艺。2017年11月项目开工，2019年获评国家4A 级景区，2020年10月21日开园，开园1年客流量破100万。2022年，工商银行广信支行提供金融支持，解决2期建设资金难题，加速游客中心、停车场、温泉酒店、文旅街区建设。2023年接待游客369.1万人次，营业收入4.14亿元。同年，盐埔老街获评国家旅游休闲街区。望仙谷景区布局合理，距上饶市区50千米，分为5大区块，提供3条游览路线。第一条从游客中心经青云桥、三清铺至玻璃栈道、儿童乐园；第二条从民宿中心经三神庙、作坊街至漂流广场；第三条从民宿中心经昭鹤楼、白鹤岸至洋福广场。各路线串联三叠水、玻璃栈道等景点，展现仙峡风情与自然美景。望仙谷开发总投资26亿元，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地域特色及传统农耕文化，打造夯土房民宿、多媒体剧、戏曲表演及非遗体验项目，同时保留红糖、酱醋、年糕等传统作坊，丰富游客体验，延伸乡村经济产业链。保护方面，景区以山、水、谷、村、寺、林、田为本底，以本土文化为根基，遵循生态可持续原则，尊重自然与原貌，复原老宅古街，修复古道，建造古桥，构建赣东北特色建筑群，坚持先保护再开发，边开发边保护理念。望仙谷从废弃矿山到网红仙峡小镇的转型堪称典范。2019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2022年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2023年盐埔老街荣膺国家旅游休闲街区，显示其在旅游与文化融合上的成就。景区以自然生态与人文风情并重，森林覆盖率高，动植物资源丰富，结合峡谷漂流、悬崖民宿等现代元素与传统文化的深度体验，成为游客心中的度假胜地。无论是探秘仙峡世界，还是感受赣家风情，望仙谷都以独特魅力吸引着四方来客。4. 景德镇。景德镇，江西省地级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西北与安徽省东池县交界，南临万年县，西接鄱阳县，东北与安徽省祁门县，东南与婺源县毗连，总面积5256平方千米。截至2022年10月，下辖2个市辖区，1个县级市，1个县。2023年末常住人口161.6697万人。景德镇历史悠久，东晋设镇史称昌南，后改新平，隶属江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更名浮梁，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定名景德镇，属浮梁县。解放后独立设市，1960年浮梁县并入，享有世界瓷都之誉。景德镇是中国直升机工业摇篮，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城市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2024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179.30亿元，同比增长4.1%，经济稳步发展。景德镇地处丘陵地带，位于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区，为典型的江南红壤丘陵区。市区平均海拔32米，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北和西北多山，最高峰在与安徽休宁交界的省界，海拔1618米。其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根据1981至2010年气象数据，城区年均气温17.8摄氏度，年降雨量18205毫米，极端最高气温41.8摄氏度。1967年8月29日，最低零下10.9摄氏度。1963年1月13日。春季气候多变，春夏之交常有冷暖气流交汇，
阴雨连绵，每雨期5至7月降雨集中，月均降水200至350毫米，易引发洪涝。出梅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暑热潮湿，秋季温和少雨，冬季受西伯利亚冷高压影响，偏北风盛行，寒冷刺骨。水系以昌江为主，发源于赣皖交界山区，由北向南注入鄱阳湖、西河、南河为其重要支流，在市区汇入昌江。历史上，昌江是景德镇对外交通命脉。景德镇以瓷器闻名天下，被誉为瓷都，其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并称4大传统名瓷。瓷器历史源远流长，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不仅在中国声名显赫，更远播海外。实在东南亚、阿拉伯、非洲及欧洲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尤其是景德镇瓷器。明永乐3年1405年起，郑和妻子下西洋携带大量景德镇瓷器，奠定其国际地位。陈至岁景德镇诗云：莫笑蛙山双手粗，功成土器动王都。历朝海外友人道，高陵崎岖为坦途，生动描绘瓷都历史与国际影响。日本陶瓷考古学家三上次男研究东南亚、非洲等地出土的景德镇瓷器碎片，著《陶瓷之路》，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陶瓷之路，凸显其贸易辉煌。景德镇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国家35个王牌旅游景点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及中国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拥有国家5A级景区1个，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国家4A级景区8个，古窑民俗博览区、高岭窑里风景区、浮梁古县衙、红岩仙境风景区、德屿生态园、中国瓷园、黄窑景区、陶溪川文创街区；国家3级景区9个，冷水间、明清园、金竹山寨、怪石林、莲花塘、诛仙洞、玉田水库、三宝国际陶艺村、三驴庙古街。这些景点融合自然风光与陶瓷文化，吸引无数游客。古窑民俗博览区展示千年制瓷工艺，窑里风景区以山水古村闻名，浮梁古县衙保留历史遗韵，陶溪川文创街区将传统陶瓷与现代创意结合，彰显景德镇独特魅力。景德镇不仅是陶瓷艺术殿堂，也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旅游胜地。其丘陵地貌、季风气候与昌江水系孕育丰富生态景观，千年瓷都历史赋予其深厚文化底蕴。从古代海上贸易到现代旅游开发，景德镇以瓷为媒，连接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风采。无论是探寻瓷器工艺，还是领略山水之美，景德镇都以其多姿多彩的面貌，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的朝圣之地。5. 婺源皇陵。婺源皇陵景区即婺源皇陵旅游度假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东南的十尔山脉，占地面积 7.8 平方公里，于2014年开放试营业。皇陵村始建于明代中叶，拥有500多年历史，以梯田叠翠铺绿，村庄聚气朝云著称，被誉为梯云人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景区由索道空中揽胜、村落天街仿古、梯田花海寻芳及香风民俗石趣等游览区域组成。2024年12月27日，皇陵景区被正式评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跻身中国顶级旅游景区行列。皇陵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晒丘。由于地形崎岖，平地稀少，皇陵村民顺应地势，在屋顶搭设晒架晾晒农作物，形成独特的习俗。全村房屋在近100米落差山坡上的错落布局，使得晒丘场景更具层次感。晒丘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晾晒方式，更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吸引了众多摄影家。值得一提的是，晒丘并非仅限于秋季，而是4季皆有应季作物可晒。如今，
黄陵晒丘已成为最美中国符号。除了晒丘，黄陵的自然风光同样引人入胜。梯田花海是其另一大亮点，黄陵水墨梯田被网友评为全球10大最美梯田，每年春季的油菜花海吸引大量游客。为了满足更多游客需求，景区培育了成熟油菜花品种，将高海拔梯田的花期延至4月上旬。此外，黄陵还打造了鲜花小镇特色景观，在油菜花谢幕后，三色堇、月季、绣球花等花卉从4月至8月陆续绽放，与具有580年历史的徽派古村落相得益彰，展现出惬意的山居生活方式。在游览和配套设施方面，黄陵拥有丰富的体验项目。天街长388米，是横贯东西的商业中心，汇集了木雕、竹编等传统工艺和婺源特色小吃，如蒸汽糕、清明果，并提供天街农家宴。花溪水街是除天街外的另一商业娱乐街区，错落有致地布局了酒吧、咖啡馆等。耒新桥是电视剧《欢乐颂2》的取景地，这座长 298.15 米，垂直高度97米，中间为玻璃桥面的高空桥，是俯瞰山林和情侣合影的圣地。景区还融入了现代游乐和夜游体验，游乐设施包括反季节乐园冰雪馆、跨越山谷的梯田溜索、冒险森林户外拓展以及融入溶洞景观的滑道漂流。夜游项目流光森林通过光影技术融合古村夜景，推出时光隧道等互动项目。2024年新增的稻田奇遇记夜游更是以乡愁和童年记忆为主题，打造了多场景夜游路线。休闲度假设施体现了黄岭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晒丘美宿由明清建筑改建而成，曾获2018中国旅游影响力乡村民宿 TOP 10。以山秘境温汤提供红酒汤、牛奶汤等户外汤池及无边山景泳池，为游客提供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黄陵以其自然美景、传统文化和现代设施的完美结合，已成为婺源乃至全国的旅游名片，并荣获中国最美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多项殊荣，彰显了其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卓越地位。6. 武功山。武功山位于江西省中西部，距罗霄山脉北支，山体呈东北西南走向，跨越萍乡市泸溪县、吉安市安福县、宜春市元州区，主脉绵延120余千米，总面积约970平方千米。主峰白鹤峰，金顶，海拔1918.3米，四周已设立武功山国家地质公园378.3平方千米，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260平方千米，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136平方千米。自汉晋以来，武功山被道佛两教选为修身养性之地，明代香火鼎盛，山南山北建有庵、堂、寺、观100余处。唐宋以来，名人学士慕名登山吟诗作赋络绎不绝。武功山级山岳型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中国青少年户外体育运动营地于一体。2009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10大非著名山峰之一。2019年3月28日实现统一经营管理。2020年1月7日获评国家5A级景区。2024年3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名单。武功山地质地貌独特，海拔高差1600米，以花岗岩、混合岩中地貌为主，红壤、黄壤、黄棕壤、高原草甸随海拔梯次分布。地质构造以花岗和杂岩和风崖地貌为特征，古时为湘赣海域孤岛，山体由片麻岩、花岗岩、石灰岩构成，地势峻峭，多峰超1500米。赣江流域的源水、河水及湘江流域的露水、平水发源于此，河谷阶地宽窄不一，源水、平水河谷为湘赣天然通道。含5季至3叠纪石灰岩厚薄不均，裂隙发育，形成波状丘陵、巨状山峰、谷峰、溶陡、溶沟、洼地及暗河、
溶洞。第4纪冰川活动留下冰石和冰基地貌，如冰斗、U 形谷、悬谷、刀刃山脊、金字塔角峰、冰气丘陵等。水文上，武功山为原水，河水与迷水、陆水分水岭，北侧原水、陆水谷地为断裂谷地，分水岭低缓，经久这干分文铁路经过。境内河流纵横，天然落差大，溪流瀑布众多。武功山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4至16摄氏度，夏季最高23摄氏度。地于同期庐山、黄山为避暑胜地。云雾多，雾日超庐山，是观云海佳地。风速小，拥有天然植物园、高山草甸、黄山松群落为江南罕见，动植物资源丰富，动物200多种，植物2000多种，被誉为天然动植物园。景区风光集风、洞、瀑、石、云、松4于一体，10万亩高山草甸绵延1600米山巅，与巍峨山势辉映，堪称天下无双。1700多年历史的古迹潭群被誉为华夏一绝。高山瀑布群、云海日出、穿云石笋、怪石古松、枫林地貌、原始森林及巨型活体灵芝，令人叹为观止，雄、险、奇、幽、秀兼具。武功山生态保护历程曲折。20世纪80年代前，缺乏管理，林木在大跃进及文革期间遭严重砍伐，珍稀树种如银杏、黄山松等几近殆尽，滥捕野生动物亦猖獗。1985年12月3日，列入江西省首批省级保护风景名胜区后，生态保护步入正轨，实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2003年8月，萍乡市成立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提出完善规划、分区建设、监管并重、整体营销的发展思路，完善旅游公路、索道、游步道等基础设施，发现并保护高山瀑布、温泉、原始森林等资源，成功申报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及重点风景名胜区。然而，武功山地跨3市，管理分散，萍乡称萍乡武功山，安福称安福武功山，宜春称明月山，资源开发各自为政。萍乡举办帐篷节等活动造成污染，后投入大量资源修复。安福南路钨矿过度开采破坏严重，前山乡水电站开发致河流干涸，生态修复任重道远。武功山以壮美自然景观与深厚文化底蕴，成为中国旅游资源中的璀璨明珠，其发展与保护并重之路仍在探索中。7. 滕王阁。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沿江路，地处赣江东岸，赣江与抚河故道交汇处，是南昌市的地标性建筑和豫章谷文明的象征。它始建于唐永徽4年653年，由唐太宗之弟滕王李元婴修建。现存建筑为1985年重建，因出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而名扬天下，与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并称江南3大名楼，被誉为西江第1楼。2018年10月，滕王阁旅游区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滕王阁主体建筑高57.5米，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下部为象征古城墙的12米高台座，分2级。台座以上的主阁采用明3暗7格式，外观为3层带回廊的仿宋式建筑，内部实际共7层，包括3个明层、3个暗层及阁楼。主体外观沟头瓦当刻有滕阁秋风4字，滴水为孤鹜图案，充分体现了传统建筑的细节之美。滕王阁的建筑格局独具匠心，台座下设南北相通的瓢形人工湖，北湖上有9曲风雨桥。登阁入口设在2级高台之上，正东10级经抱厦入阁，抱厦前置有青铜8怪宝顶。内部结构精美，主阁梁方彩画以宋式碾玉装为主调，一层悬挂4匾，正东龟尾绝特9龙匾取自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
内置汉白玉浮雕10来封宋滕王阁，西凉方挂有西江第一楼金匾。2层墙壁为丙烯壁画人杰图。5层廊檐下悬挂的4金匾则出自著名的滕王阁序。6层为最高游览层，悬挂苏东坡手书滕王阁金匾。滕王阁的建筑特色在于空间组织与艺术意境的融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声、影、光、色的难题，展现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审美特点。其设计充分利用地势，台座象征古城墙，主阁高耸，俯瞰赣江，气势恢宏。彩画与匾额装饰华丽，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将滕王阁序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典故融入建筑之中，使人文与建筑相得益彰。滕王阁历史上历经多次毁建，现存建筑为1985年重建，恢复了宋式风貌。它不仅是建筑杰作，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赋予其浪漫情怀，与韩愈、苏东坡等文人墨迹交相辉映。作为江南3大名楼之首，滕王阁见证了南昌的千年历史，承载着豫章文化精髓，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8. 仙女湖。仙女湖位于江西省新余市西南郊，距新余城区约20千米，是江西省最早开发的湖泊型景区。其水域面积达50平方千米，地处沅河中下游，由东向西延绵30余千米。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仙女湖不仅是亚洲最大的亚热带树种基因库，更是东晋文学家甘宝《搜神记》中毛衣女下凡传说和中国七夕情人节的发源地。2015年8月，仙女湖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称号，推崇其为爱情圣地。仙女湖是沅河中游兰江蓄水形成的人工湖，湖内拥有100余座岛屿、40余座山峰和泉瀑。湖区自西向东分为上游钱阳湖、中游中山峡、下游五龙湖3段。仙女湖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变化明显，气候宜人，全年平均气温约17摄氏度。景区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野生和栽培植物共3000种，木本植物1000种，是中国同一纬度中木本植物比重最大的地区之一。湖区自然资源丰富，渔业资源尤为突出，盛产20多种鲜鱼。仙女湖的名称源于1600多年前东晋甘宝《搜神记》中记载的仙女下凡传说。豫章新余县一男子悄悄藏起了一位披着毛衣的女子所脱下的毛衣，该女子因无法离去而与男子结为夫妇，生下3女后，最终母女皆得毛衣飞去。这个故事被认为是渔人传说的最早记载，发生地即仙女湖，是七夕文化的重要起源。仙女湖的仙文化源远流长。先秦时期，新余地处吴头楚尾，受吴楚文化影响。三国建县后，仙文化进一步发展，历经东晋葛洪、隋唐陈太素炼丹飞升，到宋代黄公真人柱国等传说，极大地丰富了仙女湖的文化底蕴。以仙文化为核心，仙女湖被赋予浪漫与神秘色彩，成为七夕情人节的文化象征。景区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浪漫的人文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爱情圣地的魅力。仙女湖以其湖光山色与历史传说的交织，成为江西乃至全国的旅游瑰宝。9. 龟峰。龟峰位于江西省益阳县城南信江南岸，是世界地质公园龙虎山龟峰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一部分，东距上饶60公里，西距鹰潭35公里，地处三清山、龙虎山和武夷山之间。因其无山不归，无石不归，整座山体形似昂首巨龟而得名，又称龟峰。龟峰形成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是雨水侵蚀型老年期丹霞峰林地貌的典型代表，以峰林、陡崖、方山、石墙、石柱、石峰为特征，
崖壁两侧法语纵向线性沟槽，岩溶较弱，微地貌以珍稀丹霞造型石峰、石柱闻名，保留壮年期丹霞地貌遗迹。龟峰共有36峰，极奇、险、灵、巧于一身，素有江上龟峰天下溪和天然盆景之誉。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览后赞叹，盖龟峰峦嶂之奇，雁荡所无。其丹霞洞穴群独具特色，其洞成群，共28个岩洞，包括近代中华第一佛洞南岩石窟、禅宗古寺双岩、飞来屿记龙门岩。龟峰地貌丰富，按空间分布分为南部和北部。南部距县城10公里，以枫林、枫丛、石柱、孤峰、残石、残丘、石梁、石墙、蜂窝状洞穴、天生桥为特征。北部位于信江南岸，以丹霞洞穴见长，含枫林、石峰、石寨、石柱、石梁、穿洞、天生桥，属老年早期丹霞地貌。其独特之处在于无山不龟、无石不龟，如三叠龟、情侣龟、迎宾龟等造型，另有老君峰、仙女岩、象鼻山、金枪峰等地貌景观。石峰四周陡峻，顶部尖圆，基座宽大，由流水岩节理侵蚀，重力崩塌形成。石崖倾角近90度，分布广泛。石柱呈柱状或宝塔状，孤立挺拔。石墙、石梁为长条状，陡崖环绕。洞穴分蜂窝状和扁平形，扁平洞外宽内窄，多在山壁凹面。单面山沿岩层延伸，一坡缓一坡陡，如展旗峰。丈骨深大于宽，分 V 形和 U 形，一线天与象骨并存。龟裂纹呈正多边形拼接，形似龟背，反映古气候干燥。造型时如老人峰、三叠龟以独特形态著称。主要山峰各具特色。三叠龟峰海拔77米，峰顶3弹叠峙，形如昂首望天的龟，明万历33年1605，江西布政使陈大竹题龟峰2字于崖壁，篆体苍劲。双剑峰海拔74米，拔地而起如利剑，传说为东海龙王与杨二郎大战一落之剑。狮子峰形似狮，正面坐地张口，背面回头怒吼，随视角变化栩栩如生。展旗峰高110米，如旗帜舒展，崖壁水痕似褶皱。老人峰海拔51米，如静坐老翁，神态悠闲。金钟峰海拔315米，形如悬钟，能预告天气，民谚称云盖金钟峰，无雨便是风。望郎峰传为盼富贵的妻子化石，观音峰如盘坐观音，配童子朝拜小峰，灵芝峰隐于云雾，画壁峰石壁平整，绘自然奇景。雾女洲。雾女洲度假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东北部，总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由新邦文旅投资超25亿元精心打造，于2022年7月17日正式开园。度假区地理位置优越，地形平缓，山水环绕，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适宜旅游。区内水系发达，拥有雾女湖和五显财神湖2大核心湖泊，并有婺源的母亲河星江河环绕，设有游船码头。度假区以雾女飞天传说为文化核心，采用新式徽派建筑风格，核心区域由音乐岛、五显岛、方言岛3座主题岛屿组成，环绕2大湖泊，营造出灵动的水乡风情。雾女洲是一个集实景演艺、亲子游乐、文化景点、酒店会展、美食餐饮、休闲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度假地。在开发与保护方面，雾女洲注重文化传承与生态环保，建筑景观遵循传统的江南水乡风格，保留了历史文化遗迹。同时，积极推广电瓶车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自开园以来，雾女洲展现了强大的旅游吸引力。2023年6月，知名综艺节目《青春环游记4》的到访扩大了其知名度。同年10月，度假区成功入选江西省第3批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名单，成为夜间经济的亮丽名片。2024年春节期间，
推出的烟火民俗年系列活动，如烟花秀、打铁花以及皮影戏、锣舞等10余项非遗民俗活动，深受游客喜爱。雾女洲度假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已成为婺源乃至江西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它能满足家庭游客、文化爱好者和商务人士等不同群体的需求，是感受婺源风情、体验江南文化的绝佳平台。江西10大景点的旅程如同一幅多彩画卷，令人回味无穷。三清山的花岗岩奇峰、仙女湖的七夕柔情、雾女洲的水乡新梦、黄岭的梯田花海各展风姿，庐山的三叠泉壮美，景德镇的词意辉煌，望仙谷的生态传奇融汇古今，武功山的草甸壮阔，滕王阁的文学光环，龟峰的丹霞灵秀震撼人心。这些景点以自然之奇与人文之美交织，勾勒出江西的瑰丽轮廓。它们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让人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生命力与厚重底蕴。每一次驻足，每一次眺望，都仿佛与千年岁月对话，与自然灵魂共鸣。江西之旅是一场身心洗礼，留下的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带着感动与憧憬，我们期待再次踏上这片沃土，继续探寻那些未尽的故事与风景。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